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三幻第一位小正太陈道。陈道是一名突击型武将，普攻会对敌方单体造成伤害，并给目标添加一层不可驱散的凝霜。凝霜可以降低目标的护盾获取量30%，但如果目标身上已经有冰封时，就不会再添加凝霜。陈道的技能在最初就有了一个不好的开端，降低护盾量获取的能力。在这个版本是一定有用的，但有了冰封就不添加了，这似乎又有一点逆版本。冰封是目前很常见的异常的状态，现在大热门的水猴子和 SP 刘备都能冰封，而且概率还不低，这就会导致陈道添加凝霜的能力变得十分不稳定。陈道的怒攻会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如果目标身上有凝霜，则将其转化成持续2回合的冰封。每次成功转化后，为自身恢复200点怒气。原来陈道的凝霜是用来转成冰封用的。不过陈道的怒攻也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怒攻的所有能力都是建立在对面有凝霜状态的前提之上。陈道是突击型武将，释放怒攻的速度非常快，如果在释放怒攻时，对面一个凝霜也没有，那就会非常尴尬了。让我们接着看下去。陈道的3星被动会使陈道可以在我方武将释放单体怒攻时，对目标进行一次追击，并造成168%的伤害。这个追击的攻击系数还是很高的，相等于是一个一列怒攻的输出。如果目标已经处于冰封或凝霜的状态，则此次追击还会附加20%的无视防御。若目标没有冰封或凝霜状态，则给目标施加凝霜。追击每回合最多可触发3次。看了3星被动后，多少对陈道的攻击模式也有了些眉目。陈道是依靠我方武将释放单体怒攻来启动凝霜的。这么一来，在站位上最好要安排一位可释放单体怒攻的突击型武将站在陈道之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陈道释放怒攻前先启动他的追击，为敌方添加凝霜状态。还有另一种方式，就是不让陈道带有初始怒气加成的战魂，这样队里的其他突击型武将就可以无视站位，比陈道更早出手怒攻，触发陈道的追击，为敌方添加凝霜状态。5星被动使陈道每释放一次追击，都会给自身施加一层果裂，然后果裂自身居然是完全没有任何效果的，策划给陈道的待遇还真的挺惨的。果裂只有在叠了5层后，才会给自身和铜牌武将恢复500点怒气。若铜牌武将军是蜀国武将，则怒气恢复效果翻倍，也就是可以直接让铜牌武将全都恢复1000点怒气。技能本身非常强势，就和助战陆蜀的技能一样，不过却限定了只有铜牌蜀国武将能吃到这个回怒1000点的效果，所以陈道的站位基本就已经定下来了。要么站3号位，不然就站6号位，然后前面再设2个需要回怒的蜀国武将。5星的陈道一回合只能释放3次追击，所以至少也要第2回合才能触发铜牌回怒的效果。一火被动会使陈道的异常命中提升，如果追击没有命中，则对目标铜牌其余目标施加凝霜，并立即释放1次怒攻，每回合只能发动1次。这是其中一个陈道可以快速对敌方施加凝霜的方式。施加凝霜后，补上的一发怒攻，又可以马上将凝霜转化成2回合的冰封，并且每转化一个凝霜，都可以为自身恢复怒气。不过尴尬的是，这整个流程首先要陈道的追击没有命中后才能触发，这就不是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了，再来也不可能会为陈道而特地把整支队伍的命中都降下来，这样只会得不偿失。所以我们就只能把它当成是一个专门用来打助战卯兔的技能了。不过陈道的命中率确实是被设计成比较低的，所以要被闪避掉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是要碰运气而已。所以陈道的老问题还是一样，如果你的追击都没有失误，那么一火又等于是完全没有功能了。3火被动会使追击每回合触发的次数提升至5次。
这么一来，陈道就有机会在第一回合就叠满5层果裂，为铜牌蜀国武将回怒1000点。这个技能放在灭队里还是很好用的。此外，追击触发的无视防御效果也会从原来的20%提升到40%。当有方武将对处于冰封的单位释放单体怒攻时，也会恢复300点怒气，每回合最多触发4次。当中马超、马岱、SP 张飞和关银屏都是技能的受益者，还有未来的 SP 关羽也是。这些武将都很适合战陈道铜牌，陈道可以为他们提供回怒，他们的单体怒攻又可以触发陈道的追击，借此形成良好的循环。无火被动会使陈道的怒攻额外对身上有冰封的目标造成40%的真实伤害。无火被动解决了，陈道怒攻只要敌方身上没有凝霜，就完全没有作用的尴尬。无火被动同时也会使我方武将对持有凝霜单位释放单体攻击时，附带50%最终暴击率；对持有冰封单位释放单体攻击时，附带100%的暴击伤害。这是陈道最强的一个增伤技能，它支援的是单体攻击，没有对攻击类型做限制，所以不管是普攻、怒攻、龙魂技、陈道的追击、马超的连击，这些全都可以吃到增伤。不过这个增伤其实也给的非常不干脆，最终暴击率和暴击伤害是分开给了有凝霜和有冰封的敌方武将的，两个效果只能生效一个，还是差了点意思。其实策划只要让陈道的凝霜变成可以和冰封同时存在，陈道就会很好用了，只可惜这个功能即使出了专武也是没有给。陈道的羁绊需要上阵3名蜀国武将才能激活，羁绊会使陈道的异常命中提升30%，并且从第2回合开始，每回合开始时敌方没有一个冰封，我方蜀国武将的吸血率就会提升10%，效果会持续至回合结束。这个效果明显就是做给关银屏的了。陈道虽然是个突击型武将，但他的输出其实并不高，他更像是一个披着突击型武将的辅助武将，是用来支援单体攻击的蜀国武将的。陈道基本只适合在蜀突或蜀控中使用，而且他的能力其实会更倾向在新区使用。一来是因为新区灭队强，只要冲就对了；二来是老区的位置竞争太强，如今老区的队伍会需要能输出的、能增伤的、能控制的和能坦伤害的。武将的功能是越多越好，要么你属于多功能型的，要么就是你的单一功能非常强悍，这样才可能站得住脚。现在就连技能组比陈道强的司马师，之后都得被命魂许褚刷下来，那就更别说是陈道这种限制非常多的技能了。老区要面对 SP 武将和命魂武将的竞争，陈道是很难抢到位置了。但新区不可能一上来就是3个 SP、3个命魂，所以新区陈道还是有机会争一席之地的。自从命魂上线后，远征武将的定位也悄悄地出现了一些改变。未来的远征武将会开始出现很多新区能用，但老区却完全没用的类型。不然就是一些过渡型的武将，出来时能用，但很快又会被之后新出的命魂武将给取代，属于命魂的下位替代品。这样的模式其实并不健康，消耗了很多资源去设计一个新武将，但到头来这些新武将却完全没有用处，就是先出来等着日后变命魂加强而已。与其出了一个新武将，还要等他变旧后才能加强，那还不如直接推出一个全新的命魂武将算了，反正以后也还有 SP 可以加强。真的没有必要像现在一样一直出个半成品。只要把命魂的获取难度降低，然后让命魂维持一个像以前买 PU 卷的刻度，这样整个环境才会更健康。SP 已经是旧武将翻新了，命魂又是旧武将翻新，如果所有强势的都是旧的武将，那这游戏还有什么意思呢？新武将就该是新品质，真的没有必要所有流程从头再走一遍。台服应该是最能明白这一点的，因为台服就是将先出武将，再出专武加强的流程给合并了的。如果什么都要从头来一遍，就真的太枯燥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